天上的云彩似海流呀，嘿呀嘿哈流，嘿哟嘿哈流。那个地上的呀雨点儿那呀流。哎呀，地上的呀雨点儿那呀流耶。麦苗，你好吗？我一直在换地方，现在在一个很偏僻的煤矿上。听说这里宁夏人多，出门在外才知道家里的好。希望可以找到嘎娃，我就可以早点回去见你了。谁开的灯？过来！我当没人呢。你头上咋了？咋了？没事。你新来的？不是，我来找人的。找谁？我弟跑出来了，我得把他找回去。听说这个矿上有宁夏人，我就过来找一下。你弟真有福，还信你。我在这挖了3年的煤了，除了每月汇钱，谁会想我呢？你是哪儿人？我陕西渭北的，穷地方。陕西还穷？那你把我西海固放哪儿了？你西海固的啊？你移民了，现在移到贺兰山底下平川了，那还是穷吗？穷吗？不穷谁挖煤呢？那这挖煤挣钱不？想挖煤了？找着人就回，找不着就再说嘛。哎，对了对了，把我命拴在裤腰上的活你也想干呢？你都敢干，我害怕啥呢？哎，对，赶紧飞赶紧飞，头疼啊！关灯别开呀！走。跟着我干啥你干啥。弄错了，哥，我真不是来挖矿的，我是来找人的。我弟叫嘎娃，他是个秘密娘，只有说话的时候眼睛才睁开。他跟我一样都是宁夏人，今年17岁了。哥，我真是来找人的，我真不是来挖煤。吵啥？脱煤有指标呢啊！你要是完不成指标，等一会儿接班人来了接着干。你要不想上镜，你就吵吵。叫啥？哥，我找人，我弟叫嘎娃，17岁，在宁夏海地人。你见过吗？不想上镜你就磨蹭。
按照福建省委省政府的扶贫工作安排，闽宁村要尽快开展科技扶贫，发展庭院经济。陈金山专程来请著名的福建菌草专家林一农教授出山，让出不去打工的人在家种蘑菇。陈金山答应过移民，要让他们在家门口也能挣到钱。小韩，老许，快过来，快过来！换了曹总啊，这茬锦草长势特别的好，这个深度啊，一定能扛住黄河滩口轰口的轰沙。老师吼，我感慨了，我们就应该另外申请专项课题了。本来吼是要找出适合林下种出的草种的，没想到竟然还能黄洪固沙。喂，林一农老师在这里吗？哦，在这边。哎呀，林老师，你是谁啊？我呀，林老师。哎呀，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呢！晒黑了啊，你像煤炭一样啦。哎呦，是你啊！我也差点认出你来啊！我也晒黑了啊。哎呀，我还想说一直要好好谢谢你，幸亏你帮我保住了锦草种子。你看啊，这片实验田都是你的功劳。哎呀，我也要感谢林老师啊，把我的包包交给乘务员，要不然我赔了后人又有折兵啊。来，我带了一些家乡的岩茶，在这边喝不惯可以喝一口，想想家乡啊。你这个也太客气了。喂，哎，你不是到海基工作去了吗？对哦，林教授，这是福建来我们海基县挂职的陈金山副县长。陈金山副县长，横岗扶贫的吴主任跟我说过你啊。这是我助手黄展奇。你好。哎呦，在这荒凉的地方呢，还能听到我们福建口音。你哪位人啊？我泉州的呀。家己人啊？家己人。这个就是我最近新种的草种啊，它耐寒、抗风、根须扎得深。你看这一片黄土沙丘后，只要种上它，一流失的沙土啊，一下就给固住了。老师厉害呀！绿水青山，就要靠老师来实现了。你这个县长，是不是也是靠给人戴高帽换回来的？说话稀里吧唧的。老师还是像在学校里一样，嘴下不留情，损人不留面。哦，有你这2句就知道我是教过你的，没错了。对哦，哎呀，真是漂亮啊！沙漠中能够看到一片绿竹，漂亮。小黄，切个吧。好，谢谢。走姐。哎，漂亮。说吧，吴主任让你找我什么树？那学生冒昧了，又稀里吧唧。说是。后来，直说。我这次来啊，就是想请老师为我们闽宁村这些吊装移民传授一下种植金草、蘑菇的技术。种蘑菇哦，现在还不是时候，要等多久呢？这个树啊，我跟吴主任汇报过了。这个锦草啊，刚种成功，也不确定能不能种出蘑菇来。要小范围的应用成功后，才能推广给大众。这是我们实用科学工作的基本方式。来，老徐，哎呀，试试这个西瓜哦，没有锦草啊，在沙地里种不出来的，保证你没吃过那么甜的西瓜哦。我答应扶贫组来这种蘑菇，这瓜好甜啊！不是说现在马上，还要等1年。真的好甜啊，那瓜。我这边种草固沙，移草养菇2手抓。等知道菌草在宁夏能够养出双爆菇，通过实验确定荒漠地区菌草养菇的性质，再招一批技术员，扩大饲养范围。然后，对哦，吴主任都跟我讲过，我呢是这么觉得，就是我们做事情不要这么按部就班嘛。你是种蘑菇的高人在福建谁都知道，
得用金草代替木头种出蘑菇。当时这个科研红极一时，电视、报纸天天播报。这有什么好说的？还不是因为当时木生紧，市场需求太大了，好些人因为钱啊，不惜造成福建全省大量森林被毁。对对，生态造成破坏，乱砍乱伐，我是实在看不下去了。要解决严重的紧邻矛盾只能研究推广以草代木技术。所以老师，你是伟大的人嘛，不光解决近邻的矛盾，还带领大家脱贫致富。所以媒体称你的金草是神草，你就是金草之父啊！看到没？又给我戴高帽子了。不是我戴的，我们媒体戴的呀。好啊好啊，先不说你的蘑菇啊，劲草为什么叫神草？你以为劲草只能用来种蘑菇吗？你用黄展旗跟你说说，我们劲草研究到底是干什么用的？笑什么笑啊？你得跟他说，不然他以为我们只会种蘑菇啊。你讲啊，我们菌草其实是一项技术革新的科研成果了。作为草本植物它不仅可以代替木头用于培养菌类，还可以生产多种食品啊、饲料啊、肥料，尤其是在生态环境的保护治理上，能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个自然的资源，提高抵御气候变化的能力，保护土地退化。哎呀，我让你简单介绍一下，倒不是让你写论文。你也应该听明白啊，不管是种劲草还是种蘑菇，对移民村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种蘑菇呢有经济效益，种劲草呢可以改善生态环境。这段时间的种植我发现一个更让人惊喜的可能。我为了在宁夏种蘑菇，选中的劲草它的抗风固沙能力出人意料的好。你想想，这种草在黄河沿岸的河滩上大面积的栽种，很可能就解决黄河水土流失问题。这难道不比作为蘑菇的培养基更有深远的意义吗？老西可以跟我一起去闽宁村呢，告诉这些村民怎样种植蘑菇，然后你顺便再搞你的金草研究啊。哎，两不耽误啊。我知道玉米杆和麦秆也可以种蘑菇啊。看来你是做功课来了嘛？不然怎么可以自称是老师的学生嘛？是我学生，你就应该明白，这个锦草蘑菇在福建能养，在这里能养，气候、温差、日照、干湿等等，这些有多大差别，你知不知道？如果不做过研究，没有数据标准，你怎么敢大规模的推行呢？哎呀，老子时间不等人呐！闽宁村的发展，这是国家当西部协作重点扶贫项目啊。我们把人从西海固移出来，让他们在这里安家落户，要先创收致富，这样才能够扎根创业，这才是脱离贫困嘛。你说的都对，这都是你该做的。你要完成你的政绩，回去再升职做大官，这些老叔都鼓励你，祝福你。但是你不能把老师往你的战车上拉，这招不行。违背研究规律的事，我绝对不会去做的。老师你这样讲我，他只是一部分另外，我真的想为当地的人做一些实事这是我的愿望我也清楚，速度太快会违反规律。可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特殊情况，所以才会想到种蘑菇嘛。它快生产周期又短，所以才需要你这样的权威人士出来帮忙嘛。我跟你说过了，锦草蘑菇最重要的是要做到万无一失，为老百姓负责。就算种出来了，这产量也有限。以后发展蘑菇产业，如果没有锦草作为基础的话，会影响到大规模的推广和种植。老子我也实话实说，我已经通知闽宁村的村民，10天之后有一位你这样的资深的专家，给他们传授种植锦草和蘑菇技术。你别瞎搞我不去的
我没办法，话已经说出去，你要不去，我就自己剪。他们也知道我是你的学生，如果蘑菇种不好，他们也不会怪在我头上。我还有个会，学生冒昧，我就先走了。哎，你别走啊，我没答应你啊。10天以后我来接你啊，老师。拎得呀，丢拎得呀。你走也没用，我不会去的。走啊，记得追他。哎，老谢，哎，老谢，回去喝茶，回去喝茶。妈来了，去喝那好茶叶啊，那是小王。老谢，发动引擎。老谢，哎，妈，开车，开车，打我，哎呀！咱们这个一区，哎，程县长，哎，你们聊，你们继续。好，我跟你说，玉泉营的地势是啥？北低南高。一级养水主要是管着贴东的3个村子：东沟村、玉泉村和广义村。2级养水过了铁路，但是它最多覆盖到贴西的金沟村、玉兰村和黄源村。景滩村地势比较高，2级供水根本上不去。这个青铜峡城关水站呢，它虽然距离比较远，但是它地势高，所以刚开始规划景滩村的时候，我们就商量过，因为考虑到当时移民的人数会少，就暂时借用城关的水到景滩村。你想啊，毕竟3级养水的这个造价高啊，你没达到一定的灌溉面积，你就是修了，不划算。哎，这个事情程县知道呢吗？你给介绍一下子。你讲嘛，你讲。我讲话我怕你们听得疲惫，你讲一讲。那行，我是啥意思啊？玉泉营现在这个吊庄发展起来了，又建了闽宁村，人口往后会越来越多，用水的需求越来越高。政府已经开始规划3级养水，等修好了，3级养水直接可以接到景滩村。到那时候，我们就是可以直接用自己的水来灌溉。直接接过来，要是这样就太好了，就再也不用为用水的事发愁了。但是话又说回来啊，这是个大工程量。短时期内呢，景滩村的水还是得从城关接，不用担心哈。往后啥时候放水，咋个排序，交给我跟他们商量，没嘛大。但是费用这一块，怕是要比我们这个玉泉营养水站的要高一些。这个事你怕是要跟群众要认真的解释一下。我觉得没问题，只要能保证交上地，我想我村民也是能接受的。啊，正好啊，我这里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啊。过几天呢，我们福建的这个农林专家林一农老师就要来我们玉泉营为我们的村民教授种蘑菇。种蘑菇？对，种蘑菇，这样村民在家门口就可以挣钱了呀。
没事，等专家来了，我觉着他们给你会讲清楚。大伙啥意思？陈先，哎，李先生，你的动员刚做得很好啊。刚？不是刚做，他们做了半天，一直在等你们。哦，我说的是你动员工作做得好，还是你带来这个福建项目，大家伙的信任度比较高。啊，中间我还吹了个牛皮，我说林教授是全世界都有名的大教授，那比省长去过的地方都多。不，林教授是全世界最有名的教授，这不是吹牛皮哦。哎，帮我拿一下。哦。怎么回事？陈县长，是这样，我先去了林教授的科研点，点上的人说林教授一大早都出门了。我又去了咱们上次见他的菌草种植基地，那儿也没有人。找他的助理小黄，点上的人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我怕你们这边等得急，就没有敢再找，直接回来了。看来是我判断失误，那咋办嘛？来了这么多人，不要怕，我还做了其他准备。走。行了，兄弟，都安静一下啊，都别来说话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福建来的陈副县长给大家讲一下啊，鼓掌。首先呢，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今天这个情况啊，是由于我刚做上了失误，让大家在这里坐了这么久。原计划呢是著名的金草专家林一龙老师要过来给大家讲解种植蘑菇的技术，可是他今天人来不了了，是我的问题，我在这里先跟大家道个歉，对不起啊。那么好在呢，今天呢是关于宣传种植蘑菇的这么一个会议。我呢是林一农老师的徒弟，昨天晚上也做了很多的功课和准备。那今天就由我来代表我的老师林一农教授，为大家介绍一下种植蘑菇的技术。你这个县长代表自己就好了，不要自作主张代表我，好不好啊？我给大家介绍啊，这就是林一农教授啊，我们来欢迎他。哎呀，林教授啊，你卖到餓死了包你啦，車餓死了斬你割掉定。哎呀，好了，在，来，请坐，请坐。来，我们再次欢迎林一农教授啊。好，我来向大家隆重介绍一下林一农教授。林一农教授是中国唯一，也是世界唯一用金草种植蘑菇的专家，很多国外的专家都要向他学习。今天请林一农教授来，就是要给我们闽宁村还有其他的村代表讲一讲做过先进的技术，同时呢，我们闽宁村和我们的村骨干带头种植蘑菇，欢迎。我来宁夏，本来啊是想推广我们福建成功的技术，就是用劲草种植双爆菇。后来实验发现哦，在福建长得好的草，在这里长不活啊。我呢又换了一种草，我发现这种抗寒的草啊，在抗风固沙方面有出人意料的效果，所以说它在改善。我们讲蘑菇嘛，先不讲草好不好？你先等一下啊。来，你换一下，都来。你发现大家有什么听不懂吗？你就帮助我们翻译啊。好，我先跟大家说呀。好。林教授是来教咱们咋种蘑菇的。一个蘑菇种出来以后呢，就能卖钱。他要带领我们脱贫致富。他在讲什么？我们关心你就讲蘑菇就好。这个双爆菇主要原料啊有2种，劲草还有混肥。在福建，我们的劲草主要是用象草、香茅草。当然了，这个水稻、小麦
薏米这种农作物的秸秆也是可以的。在宁夏呢，这个劲草还在实验当中啊。我们现在可以用这里最多的薏米秆来作为蘑菇的培养基，混回就比较好理解了，就是牛混、羊混、马混、鸡混等等都可以的。混回啊，多少混呢？有封边嘛？哦，封边。筋草大家有没有听懂啊？筋草啊？啥是筋草？那个细筋的筋呢？那个筋呢？细菌。啊，细菌那个细菌。对对，这个劲草啊，这个劲草很重要，我给大家好好讲一讲啊。通过实验证明啊，这个劲草代替农作物秸秆啊，可能效果会更好。就连我实验的那个劲草都起到了抗轰沙的作用，而且它的亩产啊比作物秸秆的产量要高，蛋白含量很高，也可以作为牛羊的饲料。蛋白高，生长快，还可以。对，讲一讲蘑菇了。从长远上来讲啊，种劲草发展生产链是有蘑菇还是讲蘑菇啊？种蘑菇就得有大棚吗？哎，没有大棚是不行的。对对，大棚。那大棚就是重点，我们需要先建造大棚。大棚呢，就是这个木头啊搭起来的，塑料布铺上去的棚子。对，棚子。拆棚。对。我们这边呢，杨木运到这里就会比较方便。那杨木呢，成本又低，那搭建一个杨木的大棚，大概需要2000元。盐。种蘑菇需要那个棚子嘛？啊，建一个棚子要2000块钱。大家先不要紧张，哎，就是要把话，大家先不要紧张。那我们有付出才会有回报。这个大棚建造好了以后呢，我们会由林一龙老师全程帮助我们。我向大家保证，我们一定可以种出蘑菇。拿啥保证？大家不要第一时间排斥这个事情啊！我来跟大家解释啊，这个蘑菇啊，我们种植成本低，回收快，3个月大家就可以收回成本啦。都你帮我，哎，都别说话了，别说话。大家安静一下。陈店长说，种这个蘑菇比我们种庄稼要来得快，时间要短，产量要高，挣的钱还多。3个月就能把这蘑菇种出来了，就能卖钱了。2000块呢，谁家要？这不是逼着咱们借钱呢吗？就是嘛，这事儿一定能卖出去。我要是卖不出去咋办呢？这么多钱，何不敢冒这个险？他刚说劲草，我都听不懂，苗村民能听懂，你谁能听懂？能听懂？大家先不要着急，请大家信任我和林教授。哎，陈县长，俺不是不信任你个教授啊，说到这蘑菇吧，老是疯了，俺这见也没见过，吃也没吃过，更没有采弄过，我看俺是疯不了。蘑菇啊，这个很多菜里面都需要啊，鸡汤啊，我们放一些就会更鲜。像福建就经常吃蘑菇，那全国各地都很需要蘑菇，所以大家不要担心那销量啊。陈村长，你学历比较高啊，我觉得你带动村里的人，你很快就可以掌握这门技术啊。对，一次要投入2000块钱打棚的。这刚才教授也说了，这个草养蘑菇还没有实验成功呢。这万一失败了，那大家都知道，那我媳妇歪得很。我得白瞎2000块钱，非要把我打日他。陈先生，我给咱说一句实话吧，这几年村民口袋的钱都是拼死拼活攒起来的，这2000块钱啊，一下子谁能拿出来？我没想干，你就得去借吧。你说俺这村干部带个头，出点力，下个苦，这可以。要是拿着借来的钱干这没有把握的事情，我看这扯不成。我把我这不干，会还没开完，你做啥呢？我看谁做。陈县长，我们金坛村愿意试一下，我相信你和林教授一定能把蘑菇种出来。我回去就去动员一下大家。
谢谢你啊。老师啊，我也没有什么好招待你的，晚上在我那里吃一点呢。说实话，这里的人是不是并不想种蘑菇啊？啊？这件事情让他们突然一下接受，还是有些复杂嘛。那我给他们一点时间。你看，你的初衷是好的，但是人家不接受怎么办？不能把自己觉得喜欢的事情强加于人。你好，你有戏吗？你我能给我吗？我男人想吃绿叶叶菜，就你说的话绿叶叶菜。他病了好几年了，啥活都干不成，就我一个人干着。除了养鱼，那还有别的吃的吗？这件事情，我会再去找马德湖商量一下。等你伤养好了呀，你就回家吧。挖煤这工作不适合你。行啊，一爪，真快就有人看上你了。才来这些天，一卷都换白了，是不是真是擦脸油起作用了？应该是。停了这条生产线，所有海基旅工，跟我过来。从今天起，你们就干一些打杂的工作，所有人都不用再上流水线了。主任，我们会加快速度的。不用了。你们就有心好好谈恋爱，早点嫁人。怎么了？不服气啊？
那好，那咱们就进行菜素考核，谁通过考核，谁会到流水线。开始。停！你们所有人里面，最快的是白麦苗，但是也没有达标。马秋红，就你这个速度，连幼儿园的小孩子都走得比你快。你们所有人都没有资格上我的流水线。你说的不算。厂长，来。 请再给我们一个机会，我们不是不认真，是带我们的师傅他莆田口音太重了，我们实在是听不懂。哦，本地人讲话听不进去是吧？那我讲话你能不能听进去了？我能听进去一些。哎，怎么你那些工友都听不进去，怎么你能听进去呢？厂长，我父亲是南方人。听懂又怎么了？你不照样没达标吗？ 厂长，我们之前不知道要达标才能上流水线，不然我们不吃不睡也要通过考核。我们海籍的女子出来打工，都是要养家的。我们组的邱红姐，她丈夫2年前去世了，她一个人带2个娃，她是抱下娃出来打工的。这里是车间，是工厂，它又不是收容所，一切都是有规章制度的。你不要老拿这些可怜事来博同情。 你去看看整个车间，哪个女工不用养家糊口啊？你说那死了男人带着孩子的，只有马秀红一个人吗？那谁要跟你们似的天天挂嘴上啊？这是理由吗？要真想养家糊口，你就拿出点真本事，你好好干，你达标啊！你光靠嘴说有什么用啊？哎呀，爱厂奴家，爱厂奴家这句话，这个厂里面讲了这么多年了，你作为车间主任，相互理解非常简单的问题，到底这边怎么变得这么复杂呢？ 对不对？好的，这个叫白麦苗，白麦苗啊，小白啊，小白啊，我跟你讲哦，这些工友呢，一定要靠你来带动他们努力的工作，这个效率一定要提高起来，在规定时间里边，那个速度要快一点，特别是这边这个考核啊，赶紧要过期，你要下次再过不去。 再不过，我们甘愿说法。哎，对，嗯，那你去，你忙去。谢谢厂长。哦，没事没事。杨主任，厂长，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为什么非要叫那些海籍女工来呢？就笨啊，教不会呀，自己学不会吧，还要怪我们老师普通话不好，那都像我这样讲，他们不累死了。 哟，你给他们点时间，让他们学啊，要学习啊，学习是要时间，你不给人时间怎么学嘛？哦，什么都向你的标准来，只要考核过不了，就上不了你的流小线，那你流水线上不了，1毛钱都赚不到，这是什么？我们要积极响应政策，这些女工到我们厂里面来工作，就已经达到他们的作用了，懂不懂？你给他们点时间，给他们点机会，笨鸟要先推。 你给他们多少机会，他们都回不起来喽。我走了。在咱海籍的时候，摘红果子拿鞋底子，哪个我不是手最快的？在这干活，被人家说还不如个碎娃。要是真上不了流水线，我这样出来是没个啥嘛？哦，想了，秋红姐。 咱几个好好练。再说了，麦苗不是给咱争取时间了吗？他是争取了时间，但是彻底惹毛了杨主任，以后更针对咱，不知道还有多少小鞋要穿。
妹妹，你一离家，爸爸就给你写信了。你临走的时候没有好好叮嘱你，这是你第一次离家，在外面一定要保重自己，好好吃饭，好好工作，尤其不能像在家里这么任性，要谦虚为人，宽衣待人，乐于助人。好好，好好，走走走，搬家了，快点，走嘞走嘞，快！哦，东福哥，你回来了。 这么着急搬去吗？新房子干了吗？太阳毒干透了。我看你们是约好一起搬的。哎呀，那是呢。水花姐和永福哥昨天都搬了，今儿太阳好，大家都着急着搬新家，今天搬的人就多。好好，来来。咋了？这不是德宝吗？